5月20日，一个足以让整个东南亚科技圈屏息的消息从天而降。OpenAI 与新加坡数字发展与信息部联合宣布，将投入超过3亿新元，在新加坡设立起美国以外首个应用 AI 实验室。消息一出，整个科技圈都炸了。很多人第一反应，为什么是新加坡？不是东京，不是首尔，不是迪拜，偏偏是一个城市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处，这是一个应用 AI 实验室。OpenAI 在美国本土之外，把赌注压在了这里。更关键的是，这笔投资背后写着的是一个远超3亿新元的大棋局。OpenAI 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新加坡的技术团队扩展到超过200个岗位，同时把新加坡打造成全球前沿部署工程师的重要枢纽。今天我们就来拆一拆，为什么 OpenAI 把美国以外的首个应用 AI 实验室放在了新加坡？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新加坡从金融中心到 AI 时代全球接口的小国雄心。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应用 AI 实验室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以为这是 OpenAI 要在新加坡搞基础模型研发，甚至跟下一代 GPT 有关。其实不然， OpenAI 这次放在新加坡的重点不是继续训练大模型，而是怎么把 AI 真正用进现实世界，用进企业，用进政府，用进金融系统，用进医院，用进公共服务。在这个实验室中， OpenAI 特别强调了一个全新的职位概念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这批人不是纯搞研究的科学家，而是要直接走进企业一线，帮助客户把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里的新奇玩具变成每天用得上的生产力工具。说白了， OpenAI 现在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我做出全世界最强的模型，悄悄转向我要控制全球 AI 落地的全部环节。而新加坡恰恰是全球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地方之一。那为什么是新加坡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今天全球 AI 产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地缘政治。美国担心中国 AI 崛起，中国担心美国技术封锁，欧洲纠结于数据主权，中东害怕被技术边缘化。于是全球科技巨头都在疯狂寻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亲美，但又不能完全美国化，能接中国，但又不会因此被制裁，法律稳定，数据可信，国际资本敢进，全球人才愿意来。而新加坡几乎完美符合所有这些条件。有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新加坡正从传统的东西方桥梁转型为 AI 产业的中立地带。东南亚的 AI 投资中，仅2025年就有大约60亿美元的资金流经新加坡，再被部署到整个区域。很多中国科技创业者选择在新加坡设点，是为了让自己在国际客户面前显得更中立。而很多美国科技公司选择新加坡，是为了避开越来越严苛的签证政策，以更高效的方式获取全球最优秀的技术人才。OpenAI 这一步棋，本质上不是在选一个城市办公室，而是在选一个 AI 时代的安全中转站。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是金融航运的枢纽，国际仲裁的中立平台。而今天，这个角色正在被升级为 AI 数据流、数字规则的协调中心。但是，仅仅把新加坡理解为地缘政治避风港是不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清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不拼基础模型，而是拼 AI 落地。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话来说，我们虽无法自主研发顶尖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但能充分利用这些模型，在金融、物流、医疗保健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开发出最具影响力的应用程序。这就是新加坡的战略选择，不做 AI 超级大脑，而要做 AI 超级操作系统。这个城市国家的真正优势在哪？它拥有全球少见的政府执行效率、高度数字化程度、密集的企业生态、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天然的小国测试场景。这意味着一套 AI 方案一旦进入新加坡，可以极其快速地完成测试、调整、监管、商业化整个流程，从 AI 政务到智慧金融，从智能港口到精准医疗。新加坡对 OpenAI 来说就是一个天然的未来城市实验室。再看看数据，根据一项调查，新加坡的企业中高达 67% 对 AI 投资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远高于全球 41% 的平均水平。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均 ChatGPT 使用率排名前3的市场，同时也是全球 Codex 使用参与度最高的5大市场。
新加坡政府对 AI 的投入也不是空谈，仅2025年到2030年期间，新加坡就在国家 AI 研发计划中额外投入了超过10亿新元，目标是到2030年将 AI 从业者队伍扩大3倍以上，达到15000人。新加坡政府数字发展部常务秘书庄凯峰说得很清楚，新加坡的策略是发展新兴行业，将全球前沿企业锚定于此，并赋予我们的员工在新环境中茁壮成长的技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不是被动等待 AI 巨头来选择，而是从一开始就主动设计好了整个生态路径。OpenAI 选择新加坡，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商业逻辑， OpenAI 正在从一个聊天机器人制造商蜕变为一家全球基础设施公司。你可能觉得这话夸张，但数据不会说谎。目前 OpenAI 的企业业务已经占到其总收入的 40%， 预计到年底将增长到 50%。 驱动这一增长的正是前沿部署工程师在全球帮助大型企业部署 AI 系统。换句话说， OpenAI 真正想要控制的市场不是聊天的 C 端用户，而是企业系统、政府系统、工业流程、医疗系统、金融系统，是下一代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的战略价值就更加清楚了。新加坡本身的体量不大，但它是一个全球连接器，它背后连接的是东盟6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中东的资本版图，印度的技术人才，全球的航运网络和跨境金融体系。OpenAI 在2024年就已经在新加坡设立了亚太中心，客户名单中包括了新加坡航空、Grab 和东海集团。现在再加码3亿多新元，拉出200多个精英岗位，与其说是投资一个市场，不如说是在提前卡位亚洲 AI 基础设施的入口。在这场合作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深层逻辑，那就是新加坡在极力争取全球 AI 的规则制定权。此前，新加坡在国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且特别的概念，叫做 AI 营养标签。就像人们在超市购买食品时看说明书一样，新加坡希望通过推动这一机制，明确告诉用户这个 AI 模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潜在风险在哪里，它的数据源是否可靠。这绝非小题大做，因为在 AI 大航海时代，随着算力和模型的普及，未来最值钱、最稀缺的奢侈品不是代码，而是信任。谁能抢先定义什么是 AI 安全，什么是可信 AI， 什么是透明度与监管标准，谁就能掌握下一代全球数字规则的最高话语权。新加坡现在正是瞅准了这个方向，全力切入。它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科技中心或企业落户地，它真正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全球 AI 的信任中介。而 OpenAI 之所以愿意重金砸向这里，也正是看中了新加坡这种在全球监管与治理体系中备受认可的极高公信力。为什么这个重磅的首次海外实验室落地偏偏发生在现在？因为身处2026年的今天，全球科技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移，整个世界正在加速从过去几十年那种扁平的、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决绝地驶入 AI 地缘政治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的数字生态可能会逐渐在不同的规则与框架下运行，而在这些不同的技术体系之间，全球市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相互对话、相互协调、进行跨境测试、安全部署以及技术交易的中立节点。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高超的治理智慧，在全球化时代成功承担了国际航运港口、财富金融清算和国际仲裁中心的角色，让自己成为了世界不可或缺的节点。而今天，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业革命，它正在下出一步极具前瞻性的棋，通过引入 OpenAI 这样的全球头部资源，全面升级国民的 AI 素养和技术生态，将自己打造成 AI 时代的新型超级接口。科技巨头的3亿新元投入只是一个开始。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普通的科技跨国投资，但如果将视线拉长、放远，这或许正是全球人工智能权力版图和数字秩序发生重构的一个极具指标意义的信号。既然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 AI 落地的前置枢纽， AI 信任规则的探路者，那么在你看来，接下来新加坡最应该优先发力的 AI 应用场景是什么？是智慧医疗、智能金融，还是数字政府？或者你有更独特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见。